啊，你在看一间房子自产投资用的房子的时候，你都觉得你做得到。事实上5年的节奏，5年要满哦，它不是到第5年第一天，它是到第6年第一天哦，5年要满哦。我跟你说，真的很困难，真的是非常困难的。5年沧海桑田哦，真的是一个小朋友他都怎样？他都大学毕业加退伍了呢，对不对？哦，5年的时间真的很久很久，真的很久。这中间会发生很多人生的变数。就之前要买嘛，买了以后怎样？结婚之后要花大钱，那怎么办？房子到底要卖还是不卖？好，或是说，一对夫妻好好的然后也自产了以后，那个小朋友送国外，哇，那此时真贷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一大堆人生中需要用到大钱的时刻，会去怎样？会去影响到你根本放不了这个5年。自产客不说的秘密，买房1年狂赔2成，用熊市、牛市2套剧本来避开跟风的大坑。先说结论买房自产你想要赔钱是有点难的。那如果还就真的要赔了那就是剧本有问题，或是当初根本就没有剧本，就跟风硬上这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次影片聊了高雄六龟啊，温泉那个六龟只有1间牙医，那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房1年狂赔2成那这是来看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买房1年狂失眠，他亏2成卖掉却松一口气垃圾房地产他讲的。那内容是这样，就是这个网友在去年的时候，在房市高点的时候进场，然后就他的资金有问题周转不过来然后就亏2成把它卖掉。现在就在那边骂。好，你看又出现了，就是怎样跟风上车，就变成韭菜这样。然后那边说房地产很烂很烂，那你看如果真的那么烂的话，你要怎么解释说台北市的房价已经那么变态了，结果它还在创新高来，内容我简单讲一下，就台北市地政局公布2024年不动产市场动态年报，公布了有每户平均交易总价及每坪成交单价。平均现在讲的是平均不是中位数那平均的话分别达到交易总价达到2844万，成交单价的话平均是 81.7 万，年涨幅分别为 8.43% 跟 7.09%， 达到实价登录这个制度上路以来的历年新高又在创新高了。不是说垃圾房地产房市很差怎么台北还在不断的创新高，对不对那这样台北都创新高了，新北还是一路这样子在往上爬，你看那个板桥都过百这就是人家讲的嘛，没摘掉嫌给失败嘛。那自己在那边追高，快进又快出，然后还赔钱，好像是对不起你这样那我会讲说这种情况快进快出真的是赔钱的几率很高啦，是不至于讲说你活该啦，但是就你不赔钱谁赔钱那我们今天换个角度来看，如果他今天不是买房子，买的是股票的话，结果会不会一样来，2024年踏入股市然后2025年川普关税断头，然后就会来骂什么？骂垃圾股票，都这样那你看股票有没有幸存者？有啊，不是说什么航海王在这一波他也又赚了100亿以上，所以说就有人在赚钱，就有人在赔钱那这种快进快出、短进短出就很容易翻车。这道理是这样，我讲给你听你快进快出 ，OK， 赚到钱了 ，OK， 好。此时快进快出赚钱的逻辑对你来说是成立的，对不对？所以你会怎样做第2趟？所以你会怎样做第3趟？所以你会怎样做第4趟？这又是另一句话叫做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事实上是什么？那个鬼在那边出现的几率真的不大，我乱讲可能是1/237，就是说你要走237次夜路，你才会遇到一个野生的鬼假设是像打电动这样子的几率的话，好。可是因为你每次走夜路你都没事所以你真的会给他走到200多次，然后你就真的会遇到鬼，这就是短进短出会遇到的状况问题那像我有朋友也是玩股票然后什么川普关税血星7日他都没事，他就跟我讲说他没有在挂杠杆那些的，然后他对那个台湾有信心，所以前几个月狂跌他也没有卖，就继续在那边上他的班这样。然后你看现在是不是大家几乎都回满血了
在写稿子的时候看那个台湾股市有点夸张，台北股市爬过26000点所以你要知道，怕错过你就进场，那不如不要买，真的是这样我认为这个网友最大的问题是就没有做功课，你知道不然就是看了几集那个游艇号开个车以后，然后就跑去买了就这样，反正就是看新闻讲现在不买买不起，什么有的没的，一片大好就上车了，然后上哪台车管他的，反正只要看起来像个车，他能上他都要上。你信不信？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讲？而且我有很高的几率答对就是因为你看去年从9月的央行理监事会议到现在差不多多少？1年，对不对？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并没有看到房价在那边大规模的崩盘嘛，就没有嘛，一堆都是那个新闻媒体在炒作，预售的销售确实是有急动起来，中股也确实是有急动起来，可是它没有崩啊。就没有崩零零星星屋主缺钱拿出来便宜成交的是有发生，但事实上连我在高雄就北部人们看不起的南部，你现在要找一个破盘价的便宜其实也没有也真的都找不太到如果真的给你找到了，就是他欠你钱不然就是人家屋况极端糟糕，你光整理还要花很大价钱的，就这样。然后现在也很明确怎么样，就不会崩了嘛。因为9月的时候，行政院体系那个金管会拍板了，新青安贷款拨款不再计入银行法第72条之2的限额，反正就是金管会开绿灯就对了。但它有一个奇怪的地方，叫9月1号起所以在之前的是怎么样？就是放生不管了吗？这个我也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第一线听到的情报是9月1号以前的贷款有受到这个绿灯就可以一起这样子顺排吗？我现在在高雄看到的第一线的情况是没有是没有。好，那所以自住购屋的放款量能会被扩大嘛？那意思就是什么？新青安现在就是绝对的绿灯，轻松贷款就对了。所以本来很多在观望中，听说银行也挡新青安的人，他又要跑出来了。所以接下来的新青安贷款狂潮怎样再度出现？什么代销中心塞爆，整车游览车下那个从化区，然后这边去看案子。彻夜排队等等的新闻可能又要跑出来了。然后这一次的央行理监事会议，你看他没有说什么第8步信用管制，没有在加重管制，他也没有说松绑，但我认为释放出来，我在上一次的那个直播也提了嘛，我个人认为说央行只要没有继续管制，对市场来说就是好消息。那央行现在说观察到12月，好，那我们就来观察到12月，它没有再直接放的但是这个信号我们解读起来已经算是一种变相的宽松了。好，我们也来讨论一下在没有发生大规模崩跌的情况之下，为什么这个网友会是少数赔钱的案例呢？对不对直白的讲，就是因为怎样，他没有剧本剧本论是我在讲的东西。反正以前就被训练的时候，你买这间房子你要有一个剧本，你要怎样哪久了以后人家来问我或是怎么样，我都说剧本，然后就变成一个剧本论，这是我在讲的东西那我现在看到一些讨论区也会讲说这房的剧本怎么样，好像还不错有点透出去。总之就是说剧本这件事情你在股票还可以怎样快进快出，对不对你当天都可以买卖，但房地产不是房地产有一个特性不动产的特性就是怎样，市场流动率低，跟交易成本很高，你做一次决策的成本是几十万到几百万，所以每一次的决策都要怎样，就要非常的慎重才可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都会劝很多人说，就算你认为自己买错了也不一定要买错就是买的不够好那你也不要马上卖掉，而是应该你买了你就不要乱动这个有来赖问我，常常被我这样回应嘛你既然都买了你就不要乱动因为那个交易的成本太高，那你就是熬熬看那相信通膨的力量。来，你看这件新闻2024年全年 CPI 上涨 2.18%， 连3年突破通膨警戒线。通膨就是不断的在持续当中嘛，就是不断的抬高嘛，而且这个 2.18% 是政府统计出来的数据嘛，真实的体感你觉得有止通膨 2% 吗？我们是不是大家平常每天的吃饭都变贵，饮料都变贵就这样，这跟他采计的项目有关反正总之就是说通膨就越演越烈就对了所以你即使买到你觉得不够好的房子，那也没关系通膨还是会把它抬上去。为什么？因为它资产所以5年以后你要赔钱是真的有点困难，除非你买的地段真的是非常之有问题
最后你要知道，准备这2套剧本你就无敌了。那我们也来讲一下说，如果你要买房要自产，在熊市跟牛市的时候应该要怎么走那刚好现在是怎么样？刚好现在是处于一个平衡刚好现在是处于一个熊市跟牛市的中间，现在看起来不熊，然后看起来也没很牛那大概就这样，你可以观察一下。我先讲首先是熊市。熊市就是什么？熊市就是说房市很冷淡的时候，整体市场低迷，然后成交量非常的少。那这个我们也不讳言以全台湾来讲目前的房价指数下跌了 1.7%， 台北下滑了 0.5%， 而我所在的高雄来讲，下滑的幅度是 0.9%。所以这一波第7波信用管制有没有对市场产生影响确实是有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会抛出很多的 A 案Apple 案，因为房仲要吃饭所以他会更认真去洗脑屋主。那屋主也可能他家里要用大钱或是用继承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就跟市场冷热无关反正就是继承到了，那他们就要卖掉来分钱。只是你会看到很多那种就去年不可能出现的物件就对了我才去看了几间我说真的如果这个物件在去年出现的话那就都是我的。我在去年买，我有没有买我有没有做错决策？并没有谁知道会出现川普美国关税然后影响那么严重所以说上车就上车了我自己的操作也跟我自己讲的一样，就是不要乱动就这样。然后现在那个社区好像又快抬起来了，所以都 OK 啦。你只要买的不要太奇怪的话，市场的通膨都能帮你抬上去那此时这种交易冷淡的情况，核心策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锁定好的地段，然后再加慢慢砍价钱。因为市场偏冷嘛，所以议价空间量比较高。那再来是牛市牛市就是房地产转热状况的话，就是我会说像前年，你不要像去年那个是疯狂到变态的程度，那个根本不正常像前年就是房地产开始有人讨论，然后看起来也没很热，那实际上已经比整个都是淡季的时候好很多的那个现象 OK。然后疯狂的热就会出现乱七八糟的怪现象就对了，例如说开价就是成交价很多那或是有人还追高去买那个就是市场在过热的一个信号。此时的策略应该是什么？应该是要改成锁定好地段，你能上你就上就这样，就是地段还是很重要的那如果你看到了好物件，算一算你能负荷得了，我个人认为即使是在牛市的时候，你该冲你还是要冲真的是这样。我知道有人会说这样我会买在社区最高价，怎样又怎样那又怎样？到时候你来卖，你把它卖出社区最高价不就好了好，那你看我这2个剧本的共通点是怎样？地段还是地段地段好地段真的就是无敌的，它能够让你贯穿市场周期那个网友说他会赔2成，我会看先猜地段一定没有很好。为什么？因为你看今年9月以前的房市不是就在那边寒冷吗但是蛋黄区的预售怎样？还是在创高价这个就是好地段的威能。所以只要你买在好地段真的是不太需要担心会去赔钱的问题，就这样那你看我今天讲了这个怎么在房地产那么热的时候还有人会赔钱，然后讲了剧本论然后又讲了牛市熊市的自产的剧本的方法，然后最后还是指出了这个反正就是地段你买了好地段，你管它熊市，你管它市场多跟空，反正之后就被你抬上去，之后通膨就会把你抬上去就大概就是这个道理。房地产没什么秘密，大概就是长这样。最后我想问你你认为下面哪一种人买房子最容易赔钱？ A. 爸妈说要买他就买。 B. 喜欢问风水老师看能涨多少钱。 C. 会不会问神明说这间能不能买这个选项 C 不开玩笑很多人是这样子自住的房子问神，然后连自产的房子他也会问神，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以前听到我觉得很夸张，那直到我在市场接触的越来越多，我跟你讲这种真的是有点常见，就是在人生在做一个重大决定有点害怕的时候，真的会去卜杯去问神明说这些能不能买。甚至我听那个中介跟我讲的最扯的是什么？最扯的是卖方还是卖方在签约式的时候，就是买方卖方代书嘛然后买方当然要砍价钱然后卖方拿不定主意，现场拔杯呢，问说这样价钱可不可以给他？我觉得这就是这种心理安慰，就是说这个决定
不是我自己做的，是神明做的那赔了我也认了就是要有一个人可以让自己心里好过一点的做法，所以问神这件事情是真的很多，非常的多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啊，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呢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啊。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LINE 就加小老鼠 go 5个 go 加这个 LINE 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啊。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LINE 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讲八卦就是说我今天讲说剧本嘛那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还是可以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就是你有没有照现在的合法版本规则去做房地产。现在第七波信用管制以下房地合一 2.0 的税制底下，你就是要放超过5年就对了。当然有变化球说什么哎呀我可以用非自愿离职啊，我挂朋友公司，然后朋友给我开怎样的，你要搞那个我们就不用讨论了就是去钻那个规则的漏洞，那你请自便我们就是做合法的事情合法合规才能长长久久。好，那怎么样？你就是要在现在的这个规则你给它安安稳稳的放满5年，你看你做不做得到？我跟你讲啊，你在看一间房子自产投资用的房子的时候，你都觉得你做得到，事实上5年的节奏，5年要满它不是到第5年第一天，它是到第6年第一天5年要满我跟你说真的很困难，真的是非常困难的。5年沧海桑田真的是一个小朋友他都怎样，他都大学毕业加退伍了呢，对不对5年的时间真的很久很久，真的很久，这中间会发生很多人生的变数就之前要买嘛买了以后怎样，结婚之后要花大钱，那怎么办房子到底要卖还是不卖好，或是说一对夫妻好好的然后也自产了以后那个小朋友送国外，哇，那此时真贷还是怎么样，就是你会有一大堆人生中需要用到大钱的时刻，会去怎样，会去影响到你根本放不了这个5年。我再讲一个极端一点的例子其实这也不极端，市场中很多现状就是长这样，就是现在请问市场缺乏资金吗？并不缺，对不对？缺的是什么？不缺资金，缺资格。资格是什么？资格是首购的人头啦。这个就我相信政府也知道所以就是政府看要不要毛起来查而已，缺首购的人头，然后就有很多的那个人还是在找人头然后去买房子，然后帮他扛房子的意思啦。OK， 你要放满5年呢，你有办法控制你这个人头5年吗？你觉得应该是没有办法。
那个人家说奇怪，你也没给我多少钱，然后你要我签一堆有的没的东西，然后怎么有的没的，可是我5年我都不能动啊，我自己也要买房子啊，怎样怎样，你这样会害我怎么样呢？一大堆，因为先一生一次嘛，这有的没的问题一大堆，所以市场中会出现很多情况叫什么更换登记人。你现在去看那个实价登录实价登录很奇怪，为什么这个社区就没有那么便宜？为什么这样换手就更换登记人啊，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变数你自己人生等级的变数，或你资产节奏上的变数，或是你就是要跟外面人家用人家的人头，都会有这个变数。所以你下次在看那个资产的时候，你不要太轻易的相信你自己可以平稳度过未来的时间，你要很确定说这间房子我就来放生未来5年满我都不会用到，不需要去动到这边的钱。我个人认为有办法做到这一点那你再去自产，这样才是很稳定的事情才是稳定的事情。这房地产是防御性的资产它没有办法让人暴富就没有办法。可是就慢慢变有钱的这个过程偏偏又很少人愿意去等。我举个例子在房地合一 1.0 出来以前那以前的玩法是什么？大概就是2014、15、16的时候玩法是什么？就是买一间房子贷款以后怎么样？用宽限期2年用完2年宽限期之后直接就卖。那时候炒房就是这样炒的嘛，对不对？好，结果在2年就变成说你的眼光要极其神准你要买到那个地方确实2年就会涨这边就有操作的难度了。那以现在来说，政府强制控盘到大家都给我放到5年5年要满，那你就跟着政府的节奏走不就好了？5年以后光是通货膨胀，应该资产这个东西价格就被抬上去，你要有办法撑那么久来享受那个，也不叫享受就是你买房子放生出，你根本就不要再理它了，你越不理它效果越好。为什么？你有没有看了？我讲股票就是这样，流动性太好，你手机 app 打开来看你就看得到，然后点一下就买，点一下就卖，捏不住了，真的是抱不住房地产就是这样，好不容易花很大的力气门槛这样子跨过去了，那把它买下来，放生出租都弄好了以后，你要一键把它卖掉怎么卖？没办法，好烦，然后就一直放着就这样放了3年，就这样放了5年放到6年7年以后，这个资产就膨胀起来了。你要做这种东西慢慢变有钱，而不是说你都来房地产市场然后那边拼什么一夜暴富，并不是这样并不是这样。你要很确定你能够安稳的度过未来的周期，5年要满，那你再去买这间房子。在这种逻辑上来看其实我认为政府的第2屋5成，第3屋自备要7成，相当合理。为什么？你都第2屋了，你都第3屋了，对不对？你第2屋5成，你知道买下去会有什么效果吗？你自备款准备到了房价的5成那我们现在讲当然是豪宅线以下嘛好，5成然后的房子你给它买下去，你知道可以产生一个什么效果吗？就是说租金冲房贷大概都还有剩都打平还有剩你贷款只有一半的钱嘛，所以你租金冲应该是冲得掉。此时真的是进入一个无敌状态呢，就是你放在那边你根本不痛不痒，那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可以一直放到以后，因为通膨的关系，资产整个抬起来我们就做这种事情就好。所以我会说这个就是剧本你要确定你自己的体质足够的可靠，未来5年你不要那边买了以后1年半就在那边有状况有问题，然后再来问说那可是我现在卖的话 45%， 这个东西有没有技巧可以闪？就不是这样子做的。如果你的操作周期在短于5年，我看就建议去做股票就可以了股票那个才刺激嘛，而且股票赚钱赚起来房地产绝对是拼不过股票的。总之就是这样，房地产现在防御性的资产，政府要的是什么？要的是慢慢变有钱这件事情。他没有阻止你买嘛，你买房这是合法的嘛，又没有说你有一间自住，你再买一间还要直接判刑，并没有这样嘛，就是慢慢变有钱的过程，而不是说还能像以前一样靠炒房怎样，然后身家从1穷2白变成1亿2亿。政府现在信用管制房地合一 2.0 就是在打这个东西。所以说考量自己的体质，你能够确定撑满未来5年，那你才去自产我会说这样子怎么样最稳健，中间最不会翻车。你不要连这个自产的钱都是东借西借东拼西凑凑出来的，我跟你说那个变数真的很大，你会捏不住房子的。你都捏了2年3年以后，你不继续给它捏下去，你把它卖掉，是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就会错过了所谓的慢慢变有钱之后那个通膨结出丰硕的果实真的是这样。
我在看哦，就是有捏房子捏到现在的人都不错哦，过的生活都算真的不错。他们哪有什么神操作啊？他们只是好烦，我就不管，过我的日子就这样。反而是之前我说那一批2年宽限期到就要卖的人哦，现在不知道到哪里了哦，可能还在有一单没一单这样子，就不要拿来炒。你要炒你炒房，你疯了吗？你要炒你去炒股票，这不是流动性好非常非常的多。总之我要表达就是这样啦哦。你都看我的频道看到现在了，稳健才是核心，稳健才能怎样让我们贯穿周期，实现一个目标，叫做老了有房也有钱哦，一起加油吧！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啊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哦，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哦，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哦，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哦，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哦，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啊，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哦，啊，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啊，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哦，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哦，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哦，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哦，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哦，什么老屋翻新啊、隔套啊、老公寓啊、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哦。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HANYI 汉一。